萬斯這2天代表美國在那兒跟伊朗外長啊、伊朗的談判代表在那兒做那個美伊和谈協議呢受辱了啊！昨儿晚上他們受辱了，承受了莫大的屈辱啊！可以说美国人从來没有受过這麼大的屈辱。瑞士進行的美伊和談21號昨天開局不順，副總統萬斯飽受屈辱啊！萬维讀者網告訴我們的副總統萬斯夠意思不？老陳我夠不夠意思？老陳不知道的啊，我沒告訴他啊，我在幫他，很不容易，因為傳統媒體這麼忠誠於媒體本身的，還在堅守的，真的很不容易。我們需要保住華人的網媒，不能都是自媒體天下。自媒體，我就是自媒体的大腕，我太清楚它的短板和局限性了还是需要有一些专業媒体的啊。那原来我們倆是鄰居，我們倆的小孩都在一個 lacrosse 的球队里邊对面那個场面对萬斯來說呢是飽受屈辱美國政治分析師說，這真是場屈辱啊！在現代人類歷史上，沒有誰讓美國站那兒乾等着，並且祈求談判。這個時候，萬斯正確的做法是立刻抓起行李返回華盛頓。伊朗明顯是在故意抻這個事兒所以這個政治評論家叫塔哈指出會談中的幾項關鍵細節。他說，第一，很容易就能看出來是誰躊躇滿志，是誰求和心切。從美國代表團遠比伊朗代表团早早的進場，在那等着候着，就能看出來，在外交場合握有籌碼的那方絕對不會首先進場等待這是大實話。塔哈表示，世界伊朗外交部長阿拉奇最後才進場，並且拒絕握手在外交場合握有籌碼的一方是不着急談判的。所以對於塔哈的評論美國的政治編輯菲利普斯基也回應到說，美國在世界舞台上看起來從沒像今天這樣如此軟弱，萬斯所承受的屈辱還不僅僅於此。在擔任居中斡旋人角色的2個國家裡，其中一個是巴基斯坦，另一個是卡塔爾他們是這2個國家當中間人。卡塔爾總理兼外交部長叫穆罕默德，卡塔爾的。那麼巴基斯坦那個叫謝里夫，好像是謝里夫老謝里夫去了，那是非常老牌的。那麼在会談中，謝里夫当然就像一個職業的主持人一樣一手托2家，是巴基斯坦的前總理謝里夫那麼巴基斯坦總理謝里夫他應該又當總理了吧？那卡塔爾的總理穆罕默德兼外長穆罕默德進入會場的時候，徑直走向中間人巴基斯坦那個總理謝里夫，並且徑直走向陸軍參謀長穆尼爾，也是巴基斯坦的，握手擁抱，然後萬斯就是準備握手，就像沒看見萬斯一樣，並未停留腳步，與萬斯眼神都沒有接觸就是公然羞辱萬斯。不光是伊朗卡塔爾也羞辱萬斯，這是什麼事兒所以呢，謝里夫總理非常尷尬，可以說是尷尬溢於言表。我好像今天這個直播的那個 video 就是謝里夫總理的那種尷尬失態，萬斯的尷尬因為正常的談判美伊可以不握手，這個無所謂，因為他們是敵對雙方。但是作為中間斡旋人的卡塔爾和巴基斯坦，對雙方來说都應該握手，這叫基本外交禮儀。而萬斯居然忍受了所以呢，在此呢，我再次重申，我不是川黑。很多人說我是川黑，之前有人說我是川粉，因為在川普競選美國總統的時候，我支持川普，所以他們認為我是川粉。那現在呢，川普在伊朗戰爭問題上的這種反覆無常呢，他們又認為我是川黑。我再次強調，我既不是川粉，也不是川黑，我是就事論事。如果川普在競選美国總統的時候，他的政治对手是羅納德·里根，是老布什，哪怕是克林頓，甚至女克林頓，我都會支持他的对手。但他的对手叫哈里斯，哈里斯就是個大傻逼，哈里斯根本不足以治理美国，很蠢的人。你看看哈里斯的狀態，你就知道他是個蠢貨。在西方民主政治裡有大量的這樣的蠢貨，我們列治文也有好多市長、資深議員都是這種蠢貨，而哈里斯是舊金山的，加利福尼亞舊金山的。我太熟悉這種所謂的少數民族吉祥物了，所以他是個蠢貨，他絕對不能治理美國。所以我支持川普，不是我是川粉，是2個里邊選一個不是那麼爛的
明白吧？其實民主政治不是說選一個誰比較好，更多的是選一個誰比較不那麼爛。所以人要一分為二的看，這是我教給我女兒的。人，所有的人都要一分為二的看，不要做任何人的无脑殘粉絲，不要做任何人的脑残粉絲。任何人都有对的一面和錯的一面，任何人都不可能永遠光榮正確，任何人的屎都是臭的。而做事兒的時候要合二为一的做，看人的時候要一分為二的看。永遠不要當任何人的磕頭蟲，而我們做事兒的時候，分析事兒的時候，要合二為一的去做。為什麼呢？這就是做事兒 start a job 啊 ，start a job， 你要遵從第一性原理，第一性是不可能一分為二的。我想只有雙子座的人能做到一分為二的做事兒，正常的啊，想把事情做起来的都要合二為一的做啊。所以在這次伊朗戰爭中最大的遺憾，顯然最大的失敗或者遺憾就是沒有改變伊朗的政權。說為什麼呀，老王，你這個是不是有點挑川普的毛病？沒道理了。不，因為是川普自己在發動戰爭的時候自己親自喊的增援在路上，現在伊朗人民你們可以上街鬧了啊，我们的增援馬上就來了，在路上了。他鼓動人民，伊朗人民暴動。作為一個美國總統，川普在發動伊朗戰爭之前信誓旦旦的正式宣稱實施怒火行動，要推翻伊朗的流氓政權。這不是我們在污名化川普，而是川普自己作為美國總統發表的官方的聲明。他發表的官方聲明就是實施怒火行動，要推翻伊朗現政權，要建立民主伊朗，而且跟伊朗人民講，你們現在可以上街了，支援就在路上。这就是100天以前發生的事，我想大家的記憶都不會太差吧。而現在這種結果顯然偏離了他當時的承諾，尤其是讓那些愛好民主自由並且因此承諾和號召而承受了巨大傷亡的伊朗抗議民眾大失所望。不光是大失所望，甚至那些伊朗民眾失去了自己的生命和自由，可以說是辜負了那些聽其號召而為自由獻身的伊朗犧牲者。雖然人無完人，作為網紅，作為紐約的房地產大亨，作為政治評論家，川普是可以隨心所欲的發表講話的。但是今天的川普是美利堅合眾國的總統，他是美國的代表，他是有官方身份的，他說話隨意是以前的性格，但是以後他的職業使得他這種說話隨意變成了一種不負責任的缺陷，這絕對不是一個值得稱讚的好習慣。從現實層面來看，現在已經不是成吉思汗的時代了，靠一個外來政權的強大軍隊就能把一個中等發達國家或者中等規模的國家，幾千萬人口的大國推翻是不可能的啊，是極其不容易的。進化到了現代社會，你要除了考慮你的軍事力量之外，你還要考慮到民主政治。所以現代社會進化到今天，你不光是考慮你的軍隊啊，你的戰車，你的士兵，更主要的你要考慮到你的民主正義啊，你的民主程序，你要考慮國際法，因為還有聯合國，那麼你還要考慮人道主義，你甚至要考慮國際法庭對於戰犯的定義，而且你要考慮文化、宗教諸多的難民諸多的因素，跟過去啊蒙昧時代或者野蠻時代啊，中國的是这個古代的冷兵器時代完全不一樣了。那麼從二戰以來啊，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建立今天的國際新秩序以來，美國僅有那麼1-2次成功的推翻了中等國家政權的記錄，但是所有的成功都建立在西方全體發達國家跟他站在一條線上的基礎之上，從來沒有過啊，即使從二戰美國國力最強盛的時代，從來沒有過美國依靠單打獨鬥就能推翻一個中等發達國家的記錄，這就是現代社會的基本常識。即使強悍如美國最強悍的時候，戰後的美國，二戰之後的美國，也不可能一家獨大的單打獨鬥去推翻滅國一個中等發達國家。所以美國需要世界的支持，它需要盟友的支持。所以無論是伊拉克的成功，還是卡扎菲的成功啊，利比亞的成功，都有強大的盟友在策應和支持。況且今天的美國實力和內部的團結能量啊，已經遠遠不是美國高峰實力的情況了。所以美國如今要入侵伊拉克，或者滅亡薩達姆，入侵阿富汗那樣的滅國戰爭，無論其國內的凝聚力還是國際的領導魅力，都已經
不可能恢復到当年的状態了。所以更加难以想象的是，如今在政治上，美国国内MAGA 党人和民主党左派和共和党左派和 MAGA 党人已經形成了势同水火的关系了。他们已经不再是那种传統美国资深政客之间的相忍为国的所谓的台面上的君子關係了。所以如果今天川普的 MAGA 党一意孤行發動滅國戰爭，陣亡幾千美國軍人，制造上萬名或者幾千名失去父親母親的戰爭孤兒，那可以想象今天美國內部的火藥桶會出一個什麼狀態啊！今天的美國絕不是一個和諧的政治環境。MAGA 黨的橫空出世啊，可以說他借殼上市了共和黨，所以還不如內塔尼亞胡硬气呢，一點信心都沒有。对，是這樣。為什麼？你看我們分析的非常清晰，就是他國內的這種分裂啊，MAGA 黨和左派共和黨以及幾乎全部民主黨人的徹底分裂，MAGA 黨和傳統政治力量的形同仇敵，使得他國內無法承受一場損失慘重的戰爭。就是他即使推翻薩達姆，或者即使他入侵滅國阿富汗，他也是死了很多人的，美軍是有打死人的。比如說他滅國越南戰爭、朝鮮戰爭，他都有上萬美國士兵陣亡啊。那個時候的美國他是能夠團結的。你今天的美國，如果咱們不要說上萬，就是1000美國士兵戰死，川普是承受不了的啊！這不是川普告訴我的，這是事實告訴我們。对，大家說对不对？是不是這個道理？所以呢，川普的底牌被大家看到了，我能看到，你能看到，世界各國領袖都能看到，所以我們才能看到今天在瑞士盧森，卡塔爾總理國防部長不理美國副總統，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弟兄們，不可能。卡塔爾不是俄羅斯，卡塔爾不是中國，卡塔爾是啥？卡塔爾居然敢輕視你，這說明了什麼？說明川普不幸暴露了底牌。你這個底牌是不能暴露的，就是你沒有力量發動一場滅國戰爭，那你他媽的以後最好就老實一點。所以為了中期選舉，為了和平而去打造的和平，就像我們上個禮拜的那個直播一樣，為了和平而打造的和平，為了股市，為了選票而打造的和平，根本不可相信啊！所以他們簽的這些東西，簽也好，不簽也好，根本承受不了，以色列根本不會同意的啊！所以好了，拜拜拜拜。